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趁5·1高速假期免费，我就直接来到了东北，这里是辽宁抚顺。今天来看清王朝的第一座都城赫图阿拉古城。在400多年前，努尔哈赤呢就是出生在这一块位置。后面他事业成功了，就把都城定在他出生，也相当于是老家一样嘛。包括皇太极、多尔衮呢，都是出生在这里，从而说这个地方算的是清王朝的隆兴之地。后面清王朝的很多皇帝都来过这个地方。赫图阿拉故城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现在这边也是收门票的，60块钱，停车费10块钱。由于这边比较大，也可以坐观光车，大概是15块钱。这边不光是有努尔哈赤的出生地，还有当时皇太极办公的地方，以及努尔哈赤办公的地方。努尔哈赤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他是清王朝的奠基者，和他的儿子皇太极、多尔衮彻底了奠定了清王朝能够统治中原的一个基础。努尔哈赤尽管说他在生前没当过皇帝，不过呢，他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军事奇才。努尔哈赤又叫做努尔哈赤，满族也称之为女真族。他是明代在当时建州设立的一个指挥使塔克氏的长子。在努尔哈赤少年时期呢，家道就衰落了，他们靠采集山货为主。当时辽东有个总兵叫做李成梁，努尔哈赤呢就去他那里当兵，屡立战功。在明朝，很多职位呢是属于世袭制，特别是守卫边疆的这些士兵官员，很多都是世袭的。那努尔哈赤呢就世袭了他父亲的职位。在当时的东北地区，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队。这个人呢，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的矛盾，以控制局势，相当于是挑拨他们进行争斗。那李成梁呢，就可以坐山观虎斗，稳固自己的地位。到了公元1583年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，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死于战火，也就是被李成梁弄的一些事情导致他们死亡。当时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本来呢想起兵报复仇，不过那个时候他比较年轻，势单力薄，无法与明王朝交锋，无可奈何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着向明朝申请，把那些害过他父亲的人弄过来，因为是属于女真内部的一个事情嘛。不过呢，被明朝的将领拒绝。努尔哈赤呢就准备回家，在途中呢遇到一些人的拥戴，用他的爷爷以及父亲所遗的13副甲胄起兵，开始统一建州各部的战争。从公元1583年5月开始，努尔哈赤呢就开始率部攻打其他的女真部落，基本上每年都在战争状态。到公元1615年，努尔哈赤基本上是统一了女真。他能够统一呢，其实跟明王朝也有关系。当时明王朝的这些将领可以说是看着努尔哈赤一步步长大，养寇为重嘛。他们觉得这个建州他们内部这样打的话无所谓，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努尔哈赤的实力越来越强，而且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去处理这个事情，还向朝廷说努尔哈赤呢唯命是从。结果努尔哈赤呢，他心里一直有这个报仇的想法，并且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大，他就觉得我已经统一女真各部了，我可以跟你明王朝叫板了。在公元1616年正月1日，努尔哈赤呢在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建国，国号大金，史称后金，这就相当于是建国了，建立一个政权了。在公元1618年4月份，努尔哈赤呢就开始宣读与明朝的仇恨，同时决定进攻明朝。当时抚顺以东的很多城市都被努尔哈赤占领。这个时候明朝才觉得不对劲，感到事态严重，于是呢就派出兵部侍郎为辽东经略，主持辽东防务，并且
决定出兵辽东，大举进攻后金。当时呢，从各个地方调遣兵力。后面的事情大家也许都知道了，爆发了一个萨尔浒之战，明朝失败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明朝对后金、对努尔哈赤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，只能是节节败退，进行防守。在公元1622年的时候，明王朝基本上丢失了东北地区，只剩下一个宁远古城以及后面的山海关了。公元1625年，努尔哈赤迁都沈阳。公元1626年，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，最后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伤，努尔哈赤没多久就去世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努尔哈赤呢是被袁崇焕的大炮击杀的，终年68岁。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皇太极经过激烈的斗争，继承了汗位，这是第2位为清朝入主中原、打下坚实基础的一位人物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位帝王。关于努尔哈赤的一生，这只是我们简单的描述了一下，其实他的一生非常精彩，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他也克服了困难，最后走向了成功。按照当时来讲，努尔哈赤他一开始只是一个小部落的一个小首领，后面慢慢发展壮大，最终呢创立了后金。按照当时来讲，他的实力和明王朝的实力是相差悬殊的，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后金以及后面的清朝能够取代明朝，这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。当时他只是偏居一个地方的一个小部落，后面是经过他的努力、他的手段、他的权谋、他的军事能力，慢慢的使他部落壮大，最终呢，他建立起了后金。前方这一块房屋就是努尔哈赤的出生地，算是他父亲那一辈在这里居住。努尔哈赤后面长大了，也是在这边成家立业的，因为像他比较有名的儿子皇太极、多衮，据说都是出生在这一块范围应该不是这里的房屋。毕竟努尔哈赤在后期身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他的一个都城，那么自然而然不会居住在这里，只是说这一块是他老家，他是住在宫殿里面的。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是东城门，努尔哈赤当时在这里称汗建立后金之后，就把都城设计在这一块，设计的都城，那么城墙必不可少的了。那这一块全部看到的是城墙遗址，当时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只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景区，经过修缮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墙全是石头的，我估计当时不是因为按照那个时候他们修建都城，城墙应该属于夯土类式。整个这个古城在努尔哈赤那个时期是分为内城和外城，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皇城、都城是类似的。努尔哈赤以及他的亲族肯定是在内城居住，外城呢是他的部队所居住的。从公元1616年到公元1621年5年的时间，后金的都城就是在这一块。现在我们准备去这个出生地里面看一看，它这里是努尔哈赤的出生地，那原本的名字是叫做塔克氏故居。塔克氏是努尔哈赤的父亲，也就是他们长辈那个时候建造的房屋。在这个大门外，大家看到有一个石碾，这个基本上是去骨壳那一些的，在这里呢象征了白虎，白虎家中坐满，从而它是放在外面，不会放在里面。在这个赫图拉古城里面，确实是有400多年的房屋，而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些可不是是上个世纪98年重新复建修建的。因为这里打造一个景区嘛，然后这一块又是古城，从而呢就弄起来给大家参观一下。整个这个出生地是分为2部分的，东院和西院。东院就是这一边是努尔哈赤出生的地方，西院呢是努尔哈赤祖父居住的地方，相当于他们祖孙3代当时就居住在这一块。
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很多像茅草屋一样的。刚才听导游介绍的时候说，努尔哈赤家里小时候环境是比较一般，住的呢就是我们右边那些茅草房、泥土房，而到了后面条件好了一点，才修了一些砖结构的。我们先去西院看一下，然后再去东院。这边的房屋还是挺有特色的，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原始房屋一样的黄泥土，然后那种茅草屋一样的，是不是特别好玩？这一块就是他祖父居住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四合院呢。按照我的设想，在当时努尔哈赤小时候，应该这边是没有四合院布局的。我们现在看到全部下面是属于砖块，包括地面上呢也铺了砖，在当时肯定不是这个样子，就算有砖也没有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他祖父这里看的话，主要是了解一下满族当时房屋的一个特色。你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屋，外面是不是有一些白色的？那个是窗户，是用纸贴着的，而且这些纸呢是贴在外面。在东北有三大怪，第一是窗户纸糊在外面，第二个呢是大姑娘掉烟袋，第三个呢是生个孩子吊起来。我们现在看这个窗户是有玻璃的，那么在以前是没有的。关于这个第一怪，窗户纸糊在外面也是有讲究。我们在看很多影视剧中也能看到，在封建社会那些窗户上面都会贴一些纸或者布料等等。而在东北当时，由于呢天气非常寒冷，经常下雪，那么就必须肯定也要在窗户上贴一些东西。一开始呢，他们会把纸贴在内部，不过呢，由于这个雪啊覆盖上面，就很容易使得纸腐烂，把寒气弄到房屋里面去。后面经过慢慢的实践，他们就把窗户贴在外面，也能够保暖。现在来房间里面看一看，一进来发现有几个灶台，这些不知道是以前就有还是后面新修的加的。不过呢，这几个灶台呢，对应的就是旁边有几个炕。东北啊，冬天是比较寒冷的，如果没有炕的话，可能是没法睡觉的。那么自然而然，这个火炕就出现了。两边呢，就是当时他们居住的房屋。我们去里面看一看。先来西边看一看，满族是以西为尊。那么像它这里，就像我们平时在一些祠堂看到的放置牌位的地方，在这一块下面有一个长方形的盒子，在顶部呢有一个方形的盒子，这个是他们家族用来摆放家谱的。而在上面呢看到有黄色的，这就证明他们这个家族呢是当时满八旗正黄旗的后人。我听导游讲，他这里呢有这样区分的：如果全部是黄的，就证明是正黄旗；如果是黄加红，那么这个就是镶黄。你去其他地方如果看到两张是蓝色的，那么就是正蓝旗，大概是这么区分的。现在我们来东房看一下，这就是他祖父当年可能居住的。来到这里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有一个吊起来的摇篮。在东北啊，很多这样的，这就是东北的三大怪之中的第二怪。为什么会把那个摇篮吊在上面呢？在当时，父母生了小孩，他肯定要出去干活嘛，小孩可能就放家里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东北这边动物多，如果小孩的哭声啊，就会引动物来，那么小孩放在这个上面摇来摇去呢，就不会哭。这是东北的一大怪。我们现在还可以摇呢，你看，就是如果说父母躺在这里，就可以这样推着，然后在上面有一个像绣球一样的，就证明这个是一个女孩子。还有一怪就是大姑娘叼烟袋，有几种说法。第一呢是东北的气候寒冷和人们的生活需要，他们在大雪天里面就用烟袋取暖，放松身心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是上个世纪早期军阀混战，那么女孩子呢不敢出去，她们呢就躲在家里叼烟袋嗑瓜子，从而呢就有这一怪。
我估计呢，主要还是由于天气寒冷造成的。现在准备去努尔哈赤出生的院落看一看。来到这个院落，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你看，有一个圆锥形在地上，大家一眼望去以为是什么？是不是装饰品？其实不是啊，在这里呢，称之为烟囱。我们一般说烟囱是放在屋顶，或者是贴在墙壁，而这个满族人当时他们的烟囱啊，都是放在外面的。烟囱放在这个地上，主要呢是建筑方便，二是为了防火。满族在山区的民居，墙壁呢多是以木头为骨架，草泥夯筑而成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屋，外表呢是属于泥土。假如说在墙体里面弄一个烟道，它是有温度的，就很容易引起内燃。特别是屋顶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以茅草铺盖，如果烟道在上面，火星往上出来，就很容易引起那个茅草户着火。那从而说呢，他们就把烟囱放在地面，并且呢，它这个烟囱普遍呢比房屋要矮一点点，这也是老百姓实践出来的一种智慧。它这个院落的布局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都一样，房间里面是努尔哈赤的出生地，进去看看。一来到这边也看到一个吊篮了，基本上东北都会有啊。努尔哈赤在公元1599年就是在这一块出生的，如今400多年过去了，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以前的痕迹基本是找不出来了，因为我在旁边碰到一个人说，大概70年代他来过这里，70年代还是80年代我忘记了。他说当时基本上全是废墟，他说他都挺惊讶的，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努尔哈赤可能就是在这一块长大了，可能他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院落里面玩耍，现在是没有特别之处，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。看完了他的出生之地，我们去其他地方走一走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古城分为内城、外城。你像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块区域是外城，当时镶蓝旗的驻地就在这一块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一块当时是有很多士兵的，因为努尔哈赤他是住在内城，外面是有很多士兵在保护着他。一开始我们说了，这个古城里面还有400多年的古建筑，我们去前方就能够看到，那里呢是当时皇太极办公的地方。大清第一帝皇太极，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帝王是皇太极，努尔哈赤当时只是一个汗王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权的创立者嘛，他还没有称帝。是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之后，皇太极呢继承了汗位，之后开始励精图治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封建化改革，加强中央集权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想着要入关，要进取中原。在努尔哈赤的那个时候，他只是说想把东北这一块变成是他的王国，还没有说要进取中原。他也知道实力是比不上的。皇太极呢，最终是在公元1636年称帝，改国号为清。正白旗衙门，当时努尔哈赤创立后金，他弄了一个8旗制度，皇太极呢是正白旗的旗主。后面皇太极称帝之后，他就让正白旗和正黄旗的名字对调，正白旗呢就变成正黄旗了，因为正黄旗代表皇帝嘛。那这一块就是当年他办公的地方。我们一开始说这里呢还保留了400多年的建筑，就是我们前方看到的那一座，当时皇太极呢就是在那个里面办公。皇太极在这一块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们一开始说了，皇太极和多尔衮呢都是出生在这个古城，从而说这个古城可能到处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痕迹。小时候在这里玩耍，长大了在这里办公，后面是由于迁都辽阳以及沈阳，他们就离开了。不过呢，时不时还会来这边看一看。努尔哈赤和皇太极、多尔衮称得上是
清王朝的奠基者，特别是后面多尔衮率领八旗入主中原，他们3个人都出生在这一块。那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，也情有可原。后面的清王朝很多皇帝都来过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古城以及努尔哈赤一生的简单介绍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